当罹患大肠癌以后，或者是开完手术以后，最重要的是配合医师的治疗以及定期的追踪复诊。通常大肠癌第2期以上，开完刀后可能就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化学治疗。那化学治疗有分成口服或者是针剂的化学治疗。治疗完以后，通常也都需要每3个月到半年定期追踪一次身体的状况，持续追踪5年左右。那肠燥症与大肠直肠癌是2个完全不同的疾病。肠燥症它的成因通常因为情绪失调、自律神经失调、压力过大所引起的肠道异常蠕动的这个症候群。当要诊断是肠燥症之前，要先确定大肠或是胃是否有实质性的病变，所以通常会需要先做大肠镜胃镜，来排除大肠直肠癌的问题。那当大肠直肠里面都健健康康，没有长任何肿瘤细胞的时候，才可以进一步的判断这病人是否为肠燥症。大肠息肉通常切掉以后都很高的几率会再长，但是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。通常大肠息肉从小长到大，大约会需要花费2到5年。但是如果说从大的大肠息肉变成恶性肿瘤，相对就会比较快了。所以每个病人他如果做过大肠镜，发现有大肠息肉，通常医师会建议他大约1到2年会需要定期再追踪一次大肠镜，预防肠子的息肉又再长出来。其实台湾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级别，大家最担心就是有远端转移，但是因为国健署的这个分辨潜血检查的这个提出，让其实台湾大肠直肠癌的这个发生大部分都是早期的，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。但是如果说年纪到，譬如在50到75岁的国民，就每2年就要去做一次分辨潜血检查。当分辨潜血检查阳性的时候，就一定要接受检查治疗。这样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大肠癌末期或者是远端转移的这个可能性。至于吃素是不是可以就不会得到大肠癌，其实这没有一定的相关。我们也常常有吃素的病人莫名其妙就得到大肠癌。因为大肠直肠癌它除了后天，它也有先天的原因造成，譬如说基因遗传或者是先天的一些这个肠道发炎性疾病，都有可能得到大